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视频，我是你们的酒仙小姐姐菲菲，我们的老朋友了，Tyson 哥。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呢，又是一期泥煤的视频。今天呢，我们准备盲品的3瓶酒，分别是来自 G&M KOL 的一瓶13年，它这是来自独立装瓶厂的。另外一瓶呢是拉夫格的 Lore， 之前我们也在其他的视频里面跟大家盲品过了，是我们很喜欢的一瓶酒。那第3瓶呢，就是一瓶 Compass Box 的一瓶 Peated Whisky， 但是呢，今天的之所以选这3款酒，就是因为这瓶 Compass Box 呢，它是由拉夫格和 KOL 这2种酒去组成的。那么我们今天就要盲品一下，到底是调和之后的比较好喝，还是原厂的比较好？反正都是泥煤烟熏，今天。消毒水味儿，但是是甜甜的，很甜美的那种消毒水味儿。那个青苹果呀、梨子呀，我觉得它的其实它整个的味道有点偏轻，有点像拉夫格的那个就是低年份的那种拉夫格的味道。但我觉得它少了那个拉夫格的它的那种，它那甜美度没有到拉夫格那么浓。这就是清淡的，这很清淡的那种甜美。这消毒水味儿很浓啊，有爆炸感，就在嘴巴里面有它的爆发力，还挺喜欢这种感觉的。我记得这个味道，这就是 Compass Box。我每次喝这酒我都头疼，它前面的味道都 OK， 但后面那个酒精感辣喉，我没有说它没炸开，它有炸开，它的味道也有起来，只是到最后的那个，就最后入喉感有一种撕裂的感觉。但是它的泥煤跟烟熏这个，其实包括它的那个果香味，其实做的还不错，味道还可以。对，我觉得会比阿贝更好喝一点，更多一点味道。来，我们来尝一下第2款。这是什么味道？巧克力、奶油、坚果，然后那种烤饼干。这个真的是好美，对，就那种奶油啊、巧克力这些味道都很美，美滋滋、油滋的那种。这个还蛮好闻的，我喜欢这个。而且这个酒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颜色，是那个深黄色，然后它那个闻起来就那个重的这个酒的厚度也是在那边的。而且它的主要它的那个奶油，它那个奶油的香气特别的香，就是一块非常好的那种奶油曲奇饼的那种，你能够闻到。但我想起来中国我以前小的时候吃的那种大黄油饼干，你吃过吗？好，我们不是一代人，算了。就是那种很浓的奶油味。这是拉夫格独有的那个，从颜色看它绝对是拉夫格。我觉得味道上也是，它这个是入口很美，有点不舍得说话，它那香气太好了，就一直还在，就它那个味道能够拉好久，特别后面的那一点点的那个烟熏，这也有烧木头的味道。对，它是那种，其实跟那个乐嘉维林其实有点接近，它那个味道。我觉得它的厚度没有好像乐嘉维林那个特别版的那个厚度那么厚，它后面很舒服了。其实它的酒精感过后，其实是一直有一个那个淡淡的那个烟熏，一直在慢慢的在能走很久。它有点像 Springbank 的那种重度味道，就每个味道都只给。其实我很喜欢它后面那个一直很滑的那个烟熏的感觉，真的好舒服这个酒。好，我们来尝一下第3个。你闻到了什么味道吗？就是鸭广梨的味道。蜜梨。就那种甜梨，就广东没有鸭广梨吗？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。真的是南北差异。划清界限，我们俩可以有点，就我会觉得它有点像加入了蜂蜜的那个梨子，
是有那个梨的香气了。当时我觉得就它又加入了一些蜂蜜在里面。对，就是鸭广梨就是甜甜的蜜梨，乍一闻就是好浓的水果味道，完全我没闻到烟熏味呢。有。在哪儿？哎呦我天，前2款已经，因为它的烟熏味不是特别重，包括泥煤的味道都不会特别重，反而是那个就是说这种青色水果特别明显。这个酒闻起来好好闻呐，就像在闻一个水果水儿。这个好喝呢，就好好入口，但是有烟熏味。我觉得女生应该也会爱喝这种。对，像真的像在吃一块加了一点点烟熏味的那个水果糖，真的好香。它的不足的地方应该是它的长度有点短它长度不够，有一点短，但是其实可以，因为它后面我现在它的舌尖，它的前面所有的都在舌尖爆裂，然后慢慢的烟熏味啊、泥煤味出来了，然后酒精感上来，但仍然没有第1款那么辣。我喜欢喝这一个，很轻柔。我觉得这一款刚入门泥煤味的应该要去试一下这一款。今天会选第3款。你选第3，那我会选第2款。对，好吧，好，那请导演给我们纸笔，我们写下我们的答案吧。一样的。第一个我们选的是 Compass Box， 第2个是 Lord 拉夫格的 Lord， 第3个就是 J&M 的13年。请导演帮我们揭晓答案吧。好，导演已经帮我们揭晓答案了，跟我们猜的是一模一样的。第1瓶我们刚才尝的就是 Compass Box， 第2个是拉夫格的 Lord， 第3个呢就是 J&M 的是一个13年，是个由 Keoela 的酒的原酒。那其实喝下来就是说，他虽然把他们2个都调在一起，但是最后还是自己比较好喝一点，比较好喝一些。就是这个，我觉得是一个酿酒师的功力了。一个新的酒厂，毕竟它这个酒厂有名，是因为它的 marketing 的人是做市场的人，并不是调酒师。你要把 Billy 扔到他这，应该也是一个不错的。但是这个酒真的喝起来就劣质。这酒我从来没有一款酒是喝完了第1次再喝第2次，而且在喝这么点的情况下我能记住它。我记住它就是因为它烈。我们再介绍一下他们3个的价钱了，就是 Compass Box 和这瓶13年都是大概70美金左右，那拉夫格呢稍微贵一点，大概是110、120美金加个税这样的价钱。如果是70块钱的话，真的是可以选这个 J&M。对，我之前我也应该有买过2次这个酒。你买过啊？对，我觉得这款酒还不错啦，就是说它算是就是说在泥煤味里面，它没有说那种很重，但是平常喝还挺好的，就入门款。对，入门款还挺好的。我们之前做的 Compass Box 专门做了一期，大家可以看我们上一次的视频。然后拉夫哥已经在我们节目中出现了无数次了。今天重点来聊一下这个 Keoela。Keoela 绝对是我最喜欢的酒厂，在泥煤味里面，它在我心目当中的地位胜过拉夫格。为什么？因为之前我们喝过一次34年的 Keoela， 高年份的真的无敌，真的，高年份的真的无敌，就是你永远没办法忘怀那瓶酒。我跟他说，我说我们有机会一定要做一下 Cadenhead 的独立装瓶的他们的系列酒款，他们就是 Cadenhead 跟J&M 也都是在苏格兰很有名的装瓶厂。那我们当时就喝过一次，就你记得咱俩第1次喝那 Keoela 的感觉吗？就是那种，哎呦，34年，我当时有点心疼，500多块钱，但是这个酒真的好惊艳呀！就是我自从喝了那34年，我这辈子都无法忘怀 Keoela 为什么可以这么好喝。1989年才开始做自己的那个，就 Keoela 这个才开始做自己的独立品牌，然后是做了一个12年，做了一个18年。就是他自己，不是装瓶厂。就不对，他自己做的，他基本上就是。那我怎么在市面上都没看到过？有12年、18年、25年，但是比较少见到了。而且它的那个 Keoela， 它其实是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，它的那个蒸馏器是基本上可以说是全苏格兰最大的。
就你在远远的地方，你看它的球场的话，看过去哈，它那3对呢，就那个蒸馏器你都能看得到。就它是用的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蒸馏器，然后大的蒸馏器呢就会造成一个它的那个充分回流，对，它的同对化会增加很多，这样子呢就会就它的酒就会比较纯净。那所以其实我们喝它的酒，其实能知道它是属于比较轻盈的那种感觉。其实这是跟它那个蒸馏器是有很大的关系。咱之前的30年那个浓也很浓稠。我觉得那个应该是它的用桶上面会有一些不一样，就好像这一种我们可以看这个颜色，它基本上这一种的话是以波本桶为主去做的，所以整个其实它的泥煤味也好，然后包括它整个是以那个花香、那个水果的香气，而且它不是那种成熟的水果，它是清清淡淡的，对，它是属于那种比较年轻的那种，就喝完很愉悦这支酒就很舒服。其实我觉得就这个牌子的话，其实作为入门的时候，其实大家真的可以去品尝一下，而且这个现在目前这个就 GM 的这个。独立装瓶其实它一直有在出这一款酒了，在市面上还是挺容易找得到的。是，就是大家不一定要喝，就是各个品牌，像这种独立装瓶厂，我觉得我们喝下来，对，后面可以单独不错，可以单独说一个，就是说一说这个这种独立装瓶厂的。就包括 Cadenhead， 包括这个。是，有机会真的要说一下，就是很多就是那种小酒厂，然后他们酿完原酒，然后扔给独立装瓶厂，然后这些独立装瓶厂他们又很仔细的去选桶，然后陈年。对，像这一款酒，他们其实是那个 GM， 他们用他们自己选桶去装的。是啊，就是啊，所以他们很用心，等于你酿酒的人很用心，然后陈年的人又很用心，那这瓶酒一定是不会差的。如果大家想要尝试泥煤味的话，一定不能错过的一瓶酒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 Keola 的这个13年，非常非常的好喝，而且也不贵，然后就是满满的满足感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记得给我们点赞关注哟。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让我们帮大家尝的酒，记得给我留言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拜拜。